在视频开始前先问大家问题：目前大家手上的主力机存储容量是多少？可以走一波弹幕。关注 PC DIY 的同学都知道，今年内存条固态硬盘的价格跌幅可以说是用大跳水来形容。比如说，很多2TB 的固态硬盘，年初的时候要1000多，现在很多都已经把价格拉到了600元左右。DDR5 内存的跌幅更是离谱，比如说海力士 A 代小绿条，去年12月份的时候，32GB 套装还要1500元左右，现在直接是半折购了。所以今年想要装机的朋友，在内存 SSD 方面的选择上就要实惠很多了。降价的主要原因呢，还是和上游的内存闪存芯片价格大跌有关系。当然，这点我觉得和咱国产存储芯片发力呢也有很大关系。毕竟长存颗粒产能上来之后，之前什么存储芯片厂商着火、停电之类的新闻就少了很多。手机市场其实也是明显受惠于这波上游供应链的大降价比如说今年很多终端机型开始普及了大内存、大存储容量，1TB 版本相比512GB 版本甚至都没差多少钱。但与此同时大家也能够发现，很多旗舰机不同存储容量之间的价格依然是差距巨大，甚至可能有点离谱这里呢，我们不妨来一个大调查，看看不同品牌、不同价位段机型存储加价差距有多少，这差距背后的原因到底是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00档位几款热门机型 GT Neo 5 SE、Note 12T、Ace-RV 的存储价格差异。细心的同学可以发现，今年很多终端机的起步存储容量已经是来到了256GB， 有些机型甚至连内存起步容量都是12GB 起步了。这点对于大多数普通消费者来说绝对是利好，因为2023年这个时间节点，128GB 存储量确实有点不太够用了，12GB 内存也更利于手机的持久流畅。当然，这3台机的存储容量安排上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化的，比如说 GT Neo 5 SE 从256GB 升级到512GB 只加了100元可以说是闪存是瓜子做的。256GB 升级到1TB 也只加了300元。Note 12T 从256GB 到512GB 同样呢只加了100元。Ace-RV 呢没有这个档位，256GB 升级到512GB 加价500元，但与此同时呢，内存也从12GB 升级到了16GB。总的来说这个价位几台热门机型存储容量加价幅度呢都是很小的，尤其是 GT Neo 5 SE 和 Note 12T， 最值得买的基本都是512GB 的存储容量版本。平时有很多学习文件、学习资料需要放在手机里面，那么 1TB 的价格其实呢也很实惠。如果说以存储容量来评价性价比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几台机子容量越高，性价比越高。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价格来提升一个档次，来看看2500档到3500档价位的热门机型是不是一样是白菜价呢？这个价位，近期热门机型依然是红米和绿厂的8加3兄弟 K60 8加256GB 起步，从12加256GB 升级到12加512GB 要多加300元，然后16加512GB 再加300元。对比 Note 12T 存储容量加价幅度上涨了100到200元左右，尤其是大存储版本，同样300块钱 ，Note 12T 能从12加512GB 升级到16加1TB，而 K60 只能从12加512升级到16加512。Ace-R 的起步规格较高，直接是12加256GB 2799元起，12GB 内存升级到16GB 内存要加300元，16加256升级到16加512要加400元。Realme 的存储量依然是相对便宜12加256GB 起步，加200元呢就能到16加256，但16加512GB 却只要加100元，明显性价比要更高当然，最爽的还是1TB 版本，只比起步价贵了600元，还额外送了240瓦快充。缺点呢是电池容量要缩水一些。所以说，对于 Realme 来说，这个价位机型的闪存还是瓜子做的。总的来说2500到3500元价位段，基本是被同型号不同存储规格覆盖，起步容量规格要比2000档机型更高。大存储版本的溢价呢也略有提升，但是也不多。主力机用的话，512G 版本的购买价值依然是挺高的。到了旗舰机范畴，大家普遍呢都用上了 LPDDR5X 和 UFS 4.0， 存储容量加价幅度就明显要比上面提到的这些机型要更高了。就拿各家旗舰中杯来说，可以看到，在相同内存大小的情况下，各家中杯256GB 和512GB 的差价呢在300到1000元不等。最贵的是华为 P60， 8加256GB 到8加512GB 差了整整1000元，而且还是 UFS 3.1， 实属是闪存是金子做的了。另外加价1000的同时，内存容量呢也没有任何提升。而同样是 UFS 3.1， 荣耀 Magic 5的差价呢就要低很多，16加256GB 和512GB 呢差价仅300元。同样1000元 ，Magic 5呢已经是可以从8加256GB 升级到16加512GB 了。UFS 4.0 机型中，Find X6 呢只有12加256GB 和16加512GB 两个版本，差价呢是500元。存储规格升级的同时，还多送了4GB 内存。小米13 12加256GB 和512GB 呢差价呢是400元，加价幅度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合理的。到了更贵的大杯环节，理论上闪存规格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容量的阶梯差价应该和中杯一样，但结果呢还是让人有些迷惑
比如说小米13 Pro 各个版本之间的差价都要比小米13涨价了100元，但是更贵的 Ultra 反而是要更加便宜啊。同样是多加500元，在13 Pro 上只能从12+256升级到12+512，但是在13 Ultra 上能从12+256升级到16+512。看来小米13里面闪存最贵的机型是小米13 Pro。OPPO 这边的差距呢就更大了，同样是 UFS 4.0， Find X6 12+256升级到16+512，只要加价500元，而 X6 Pro 同样内存存储规格就要多加1000元。Vivo 这边的存储容量加价幅度上倒是很统一，那就是每256GB 加价500元，标准版、Pro 版、Pro 加都是一个样。内存方面呢也很统一，8GB 到12GB 都是加价500元。P60上能看到华为的闪存是金子做的，不过在定位更高的 Pro 或者说 Art 机型上，存储容量差价基本是没啥变化，都是雷打不动的每128GB 加价500元。另外呢，相对于标准版 P60 Pro 256GB 升级到512GB 的时候，还会多送你4GB 内存。荣耀的 Magic 5 Pro 砍掉了16+256版本，从12+256升级到16+512，差价呢是500元。而且大杯搭载的是 UFS 4.0， 和小米13 Ultra 一样，都是旗舰阵营里面闪存加价比较良心的机型。至于 Magic 5至臻版，因为只有一个版本，就没有啥价格阶梯参考了。当然，这2年安卓顶级旗舰的新赛道是折叠屏，主流大厂呢都基本发布了折叠屏新品。这些机子本身的价格更贵，但闪存部分的水分可以说是都很大。比如说刚夸完小米13 Ultra 和 Magic 5 Pro 的闪存价格良心，这2家的折叠屏就给大伙当头一棒。Mix Fold 2 Magic VS 从12+256升级到512都要加1000元，而且规格呢还是 UFS 3.1， 跟华为呢是一个价。闪存再一次从瓜子变成了金子。vivo 在折叠屏上也开始放飞自我了，256GB 和512GB 差价1000元。OPPO Find N2 的差价就和 X6 Pro 保持一致啊，相比 X6 呢翻了个倍。Mate X3 和 P60 Pro 一样，12+256GB 到512GB 要加价1000元。可以说啊，在直板机领域，国产厂商里面，华为的闪存是最贵的。但是到了折叠屏领域，大家的动作呢都很整齐，像商量好的一样，甭管你直板机怎么卖啊，到了折叠屏统一都是1000元的加价。最后请出2位国际大厂苹果和三星啊，先来看一下三星啊 ，S23 Ultra 8+256GB 升级到12+256GB， 内存增加个4GB 就得先多掏个700元。闪存加价幅度呢，则是和华为一个水平，12+256升级到12+512，加价呢是1000元。大杯 S23 家的加价幅度相同，标准版呢略低一些，从256GB 升级到512GB， 加价呢是800元。到目前为止啊，每128GB 加价500元，基本上算是最贵了。代表呢有华为旗舰、三星旗舰以及所有折叠屏。那么有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记录呢？哇 ，amazing！ iPhone 14 Pro Max 8999元，128GB 起步，到了256GB 要多掏多少钱呢？900元。但如果从256GB 升级到512GB，就需要加1800元啊！这个时候手机的价格啊已经是来到11699元了，比128GB 起步版本贵了2700元。啊，这个价格说实话已经能够买一台 1TB 的 Note 12T 或者说 GT Neo 5 SE 了。iPhone 用户如果嫌存储不够，干脆买一台安卓终端机算了，不但能够存东西，游戏能够在苹果安卓区反复横跳，出门呢还能开个热点，不比你加钱买大存储划算得多。这么来看的话，苹果就是每128GB 多卖你900元，那么是不是512GB 翻倍到 1TB 就要加价3600元了？当然不是啊，这里苹果也推出了 1TB 普及分爆。256GB 到512GB 要加价1800元，但是512GB 加价到 1TB 也只要1800元，这四舍五入不就是不要钱吗？看到这里啊，可能很多小伙伴要问了，为啥旗舰机的存储加量普遍要更贵？核心原因呢还是利润率啊，我觉得这点呢得从2方面来说。一方面呢是合理的利润率啊，因为旗舰机投入的研发费用、营销费用、成本各方面呢都会比终端机或者入门机呢大很多。适当提升不同存储容量版本之间的价格，提升利润，我觉得这点呢大家可以理解。但是有些机型256GB 到512GB 加价1000元甚至更多啊，就明显不合理了。尤其是在今年内存、闪存芯片价格下跌、成本大幅下降的大环境下，换个角度来说啊，通过不同存储容量版本来强行赚取高额利润，这种不合理的加价也可以叫做旗舰税。而且如果你经常出二手的话，也可以发现啊，很多买之前因为不同存储容量版本加价很多，但是出二手的时候，这部分的差价呢会被明显压缩啊。关于存储规格的选购方面，很多用户呢可能也有些纠结的问题，这期我们就针对大家关心的点来做一个解答。首先是部分买旗舰的用户啊，如果预算不够，或者说买完用了1年，发现存储快满档溢出了，不换新机的情况下，有没有更折中的解决方案呢？我觉得对于相册容量较大的同学来说啊，开通云服务是一个相对有效的方法，原图、视频都上传到云端，本地呢能够随时预览低清版本。各家最基础的云存储容量呢都是50GB 啊，价格呢都在10元以内，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存储空间的压力。
尤其是对于 iPhone 用户来说，如果你大部分的存储是被照片、视频占用，导致使用不够，那么开通云服务其实是要比大存储版本性价比要更高的。200GB 的 iCloud 每个月呢是21元，256GB、512GB 差价1800元，这个价格足够你开通7年的200GB iCloud 会员了，而且还能够实现整机数据备份、多设备数据同步。但对于安卓用户来说，如果对于云备份需求不是太高的话，那么上大存储版本性价比还是会更高一点的。同样价格，大内存对比大存储怎么选啊？这点可能也是很多同学购机时遇到的一个难题。比如说红米 K60 12+512就和1+A42的16+256一个价格。抛开这两款产品其他方面的表现，单从存储规格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12+512GB 更加实用些。一方面呢，16GB 内存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实际多任务的体验感知是非常小的，这点可以参考我们上期视频。而大存储，如果说你用得到的话，那就是实打实的。手机拿到手就能比256GB 多存很多东西，视频、音乐、游戏随便造。一台手机生命周期内基本不用担心存储容量不够的情况。简单小结一波，对于今年很多2000到3500档位的机型来说，不同存储档位的加价基本在100到200之间，可以说是白菜价了。这个价位呢，大家基本可以闭眼选择，基本不存在比较坑的情况，但还是需要注意自己的需求。有时候虽然说加大了存储空间，看似性价比高了，但实际用不上也没必要。大杯、超大杯机型的存储容量加价，普遍呢会比上面这些机型更多。我觉得一部分呢是合理的加价，但也有一部分加价幅度明显不合理，存在明显的旗舰税。我觉得对于这种 SKU 的规格安排，最好的方法呢是用钱投票，不买那些加价离谱的容量版本。那么大家对于不同存储容量版本的加价有什么看法？今年买手机你会优先考虑什么存储容量版本？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观点。OK， 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此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收藏加关注，这是我们坚持自费购机做评测的最大动力。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索更多优质科目。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